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英式司康。我每次在外面的烘焙店或餐厅吃到司康的时候，总会觉得有一股生面粉的味道，而且司康的组织结构非常扎实，不喝2口水真的咽不下去。直到我自己开始在家做司康后才发现，原来司康可以这么好吃，松软香甜，奶香浓郁，搭配上凝脂奶油与果酱，真的非常适合作为下午茶点来享用。制作司康需要的材料有中筋面粉210克，细砂糖50克，冰的全脂牛奶80克，泡打粉8克，切成小块的冷冻的无盐黄油55克，尽量切小一些，方便后续的操作。冰的全蛋液30克，盐1克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1颗蛋黄，用来刷在司康表面。将中筋面粉与泡打粉筛入大的搅拌盆中，加入糖和盐，搅拌均匀。接着将冷冻好的黄油加入面粉中，用手指不断揉搓黄油。在揉搓的过程中，要尽量避免手指与黄油直接接触，保证黄油的表面都有包覆面粉，隔着面粉能减慢黄油在手温的作用下的融化速度，直到面粉与黄油混合均匀，呈现出粗沙粒的状态后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刚好有这种食物料理机，也可以将所有干粉类材料还有冷冻的黄油直接放进去，打10到15秒左右，就会得到均匀又松散的混合物了，非常好用。混合好的干粉材料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。此时将烤箱预热180摄氏度或350华氏度。15分钟后，取出冷藏好的混合干粉，加入全部的蛋液与大概3/4的牛奶，留出一小部分牛奶做调整量。用刮刀将干粉与液体混合均匀，期间不要过度搅拌碾压面团，但也不需要过于小心翼翼，我们还是至少要把面团混合均匀。牛奶的用量与你的面粉种类还有操作过程中黄油的融化程度有关，只要混合到没有散落的干粉就好了。过多的液体加入会让面团变得比较湿黏，不便于后续的操作。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轻轻捏成团，并折叠按压2到3次，帮助面团变得更加均匀。如果此时面团有一点粘手的话，可以撒一些手粉防粘，用手轻轻压成大约2到3厘米厚度的面片。此时如果你的室温过高，或刚才操作过程中黄油过度软化，导致现在的面团非常湿软，不方便分割的话，可以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冻15分钟再来操作。切分模具上沾上一点面粉防粘，将面团切出厚的圆形。剩余的边角料可以继续揉成团，以相同的手法切成圆形。我用的模具直径大概5厘米，这个配方可以做6到7个司康。将司康转移到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在表面均匀刷上蛋黄液。送入刚才180摄氏度或350华氏度预热好的烤箱，烘烤23分钟。具体的烤制时间与你自己的烤箱的实际内部温度、司康的大小、厚度都有关系，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。出炉后，将司康放到烤网上冷却。可以看到司康的表皮被烤得有一些焦酥，而且有标志性的开口裂纹。英式司康的经典搭配是凝脂奶油与果酱。凝脂奶油是一种乳脂含量介于淡奶油与黄油之间的奶油，大概是55%左右。吃起来呢，口感轻盈，乳脂香气非常浓郁。然而它保质期非常短，不太容易买得到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只需要10几分钟快速制作凝脂奶油的方法。需要的材料只有200克的淡奶油，将淡奶油倒入一个小锅中，开小火不断加热，保持淡奶油微微沸腾的状态。当锅中的液体开始变得有些许浓稠，体积大概减少了1/3的时候，就可以关火了。
把奶油倒入容器中，放入冰箱彻底冷却。果酱的话，你可以搭配任何你喜欢的果酱，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喜爱的正当季的食材来制作果酱 ，rhubarb， 中文翻译应该叫大黄。北美这边每年5月初的时候就能在超市里买到，长得很像红色的芹菜，它有非常独特的香气，味道呢是那种会让人不停分泌口水的非常清新的酸味，很适合拿来做甜点。果酱的做法与我之前视频中分享的糖煮草莓类似，相比起传统的果酱，糖的用量要少很多。将大黄切成1厘米左右见方的块状。我们需要一共大概400克的大黄与80克的细砂糖，将大黄和细砂糖都倒入锅中，开中火加热。期间时不时搅拌一下，帮助受热均匀。渐渐的，大黄开始变软，锅中的液体增多。当液体开始变浓稠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放入容器中，冷却好就可以吃了。做好的果酱可以在冰箱保存1周的时间。新鲜出炉，有一点点余温的司康，外壳烤到微微焦酥，内部松软，有浓郁的黄油香气，搭配轻盈不腻的凝脂奶油，再放上酸甜可口的果酱，真的是让人难以忘记的美味。视频中提到的所有的食材用量、制作要点等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，以及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查阅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